Hello， 各位好，我是刘谦，又到了一周一次的魔术课时间。各位发现两件事情非常的不一样。第一，我的头发颜色不一样。为什么头发颜色会不一样？没有原因，个人喜好而已。哈。第二，各位发现场景不一样了，是不是觉得浮夸了许多？是的，今天呢，我根本就不在自己平常拍摄的工作室里面，我今天在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呢有一个 logo 在后面。朋友们，我来解释一下哦。身为一个音乐家，平时要买乐器要去哪里？没错，乐器行。如果一个魔术师要买道具，要去哪里？魔术店嘛。是的，我今天呢就在一个国内首屈一指的魔术店 TCC。基本上来讲，他们不能叫魔术店啦，他们是一家魔术产品制作公司。他们除了呢贩售魔术的道具之外，任何魔术有关的用品，他们也在开发当中。那么今天我来这里呢，当然是跟他们有一些小小的商务上的配合。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我们来这边呢，还要拜访一位猛人。这位猛人有多猛呢？带各位去见一下。好高级，好高级！啊，这个盒子好漂亮。大家看，哇！这应该是后面的扑克牌。哇，真的好漂亮哦，好想要哦！这些这么精美的这些扑克牌呢，它的包装和里面的这个扑克牌的设计，都是这边独创的一位猛人，好不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来，轮子哥，你好。对，哦，这个猛人可厉害，这些全部都是你设计的吗？我们团队一起研发和设计的。为什么会想要做这种扑克牌的这种设计？其实，在最初的时候，纸牌就是这样的艺术品。就是说，当纸牌被发明出来的时候，最早它就是被当成一个艺术品。没错，是。然后现在已经被当成那种游戏的玩具了。但是你们现在找回当初最初心的精神，把它回归到艺术品的方式。没错。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不只是扑克牌的设计，它连这个包装都有一些特别的理念在里面。是的。是。那有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介绍的东西？比如说这款，其实就是以中国传统的剪纸为主题。剪纸。对。当打开牌盒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剪纸的效果。对。超级精美，哇！这是什么材质？我看它有点发亮。它其实是纸在上面做了一些特殊的工艺。OK， 这个叫做冷烫。冷烫。对。我以为只有头发有冷烫。这是一种特殊的印刷工艺。那这个东西一般来讲是你们自己研发出来的，还是说有什么商家去定制的？其实纸制品的工艺已经有几个世纪之久。是。那其实一直是没有一个全新的工艺出来。是。对。那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去提升它在纸牌上的效果。这纸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体，是去展示纸制品的工艺。说的也是哈，我们除了纸牌之外，我们很少能够，比如说拿纸做一些什么复杂的工艺啊，或者创意的工艺。刚好扑克牌其实是可以变化多端的，没错。是。然后，我看到一个很低调的盒子在这里。
你看最低调的放在角落，好，哦，上面还有签名，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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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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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呦呦呦，熟悉我的朋友，会对这4个英文字母有所了解。这就是呢，我们今天跟轮子老师一起开发的这个项目，就是刘谦个人扑克牌珍藏版 SPA。这个盒子只有625份限量，因为我生日是6月25号，所以625份限量，每一份上面都有签名。那里面呢，请问这3个颜色是？金色、银色、铜色。奥运，对，它同时象征了领奖台的排列，是金牌、银牌、铜牌。只有生产625个，我自己也只被分配到1份而已所以呢，还没开始贩售，等到贩售的时候再通知各位。那么其实我今天呢，轮子老师除了跟我们介绍他的扑克牌设计理念之外，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就是为什么今天说他是一个猛人。是的，其实在我们魔术课呢，很久以前我就一直想要介绍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魔术，不能算魔术，反正跟魔术非常接近的一个门类，叫做花切。花切是花式切牌的简称。这个东西呢，最早是被他们魔术师的一些小花招的这种漂亮的手法，到后来呢，独自发展出一个领域。它可能没有魔术效果，但是很漂亮。那我一直想要介绍，因为国内有很多这种花切高手的聚会，我一直想要介绍就是这些高手们。但后来发现不必，因为国内最高的高手就是这位轮子老师。选日不如撞日，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花切的奇妙世界。顺便呢，我也跟各位呢来学习一下。来，过来。好的，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地方。好，这2个东西刚才没有介绍到，是新产品。对，这是由我们团队一起打造的新品。这个会不会看起来也太夸张了？你真的是做扑克牌的匠人呢，这个是太夸张了。然后里面，我的天哪！然后这个是证书吧？对，是证书。然后这个东西是什么名堂？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这其实是个纸雕的牌盒。OK。那你可以自己打开试一下。手上拿。这是什么东西呀？哇！我觉得我们刚才介绍我自己的扑克牌。我觉得这个比起来，我那好像有点太寒酸了，这太夸张了啦！它一共是2个款式，是对。其实这次是善与恶的主题，这应该是善咯，白色的。这上面有恶魔，这一套只是善。哇！我可以拥有这个东西吗？当然可以啊，这个就送给谦哥。这我就带走，你可以做到我的牌。精致程度真的差太多。好。话说回来了，就是这个花式切牌这件事情。轮子，为什么你当初会着迷于花切这件事情？其实跟很多早期接触花切的人一样，其实都是从魔术开始。从魔术开始，对。那魔术就很好啦，为什么魔术不玩要玩花切？我当时其实是非常喜欢魔术的，但我后来发现一个点，就是我其实喜欢的并不是魔术表演时候这种与大家分享或者与观众互动的这种感觉，我更喜欢的其实是练手法时候带来的那种感觉。哦，你喜欢挑战这个困难的这个手法，对。然后如果能克服，代表你就会有成就感。没错。通常一般就是有人叫我表演魔术，我可能随时都会有1-2招随时的表演。花切有这种东西吗？也有的。我就直接用我的扑克牌。那花切这种东西有什么名堂可以介绍一下？其实最早期的花切呢，其实都在追求一种极限，是啊，有的把牌抛起来，对，有的切的非常快，对。那其实，在现在的花切里面呢，大家不再追求速度，大家追求了一种玩牌时候的感觉。比较早期的花切，我们可能会切这种动作，是，这个我会，这个我会。对，那在后期的时候，其实加入了更多自己的思考，我们可能会去做一些原创，做一些创新。那其实不同的动作，我们会用好炫哦！不同的效果去展示。目前为止，我对花切本来就没什么兴趣，因为我觉得没有魔术效果。但是我觉得其实偶尔能弄出几招来，其实还蛮酷炫。这样吧，谦哥，我今天来给你展示一个跟
魔术有一点关联的。你可能之前演过一个效果，就是手里什么都没有，变出一张牌。这个吗？没错。它其实有一个花切动作跟这个相关。OK， 对，它其实就是用到了魔术中的手法，但是它用花切的效果来演绎。OK， 大概的效果是这样的。这样，没错。等一下，哎呦，好难哦！等一下。其实你们笑什么？你自己在家里试试看啊。这已经差不多做到了。就是一直练到你接住为止。隔行如隔山。其实你的大名以前呢，我知道你设计了很多这些很厉害的这些扑克牌作品，但实际上在魔术界比较广为流传是你花切的能力。就很多人就说，我想要采访一下这个国内花切最厉害的，每个人都说，那你转文字啊。结果今天终于被我逮到你，那我们今天就展现一下，随手。好，我随便表演一些。我发现其实花切就是说，对，现在好像就不是追求快，但是追求一种流畅感，没错，是不是？我觉得要做到这种流畅感是很难的，就是因为我只学过一个花切，就是叫做花切，就是那个年代啊，10年前嘛，然后我就说，其实我是不太想练花切，但如果一定要练的话，你就教我一个最难的吧，然后魔术师朋友就教我这个。帅不过3秒。我觉得呢，今天是时候学第2招了，可以教我，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观众一起学。我觉得刚刚那个就蛮有意义的，是，对，它名字叫做 backdrop， 它是由一位既是魔术师又是花切玩家的人发明的动作，它叫开关后。OK， 对，它其实是用到了一个类似于魔术的效果，其实我们需要把牌放到手背。我刚刚发现你是用大拇指。对，其实这个其实刚刚谦哥已经做到了。其实花切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你即使不按照原版的教程去做，你也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去做到这个效果。OK， 其实严格意义上讲，你用食指也是可以把牌弹过去的。OK， 对，但需要练习，跟魔术手法一样。是的。那其实我们今天用原版的方法，其实是用大拇指和尾指同时弯曲一张牌。是。那首先是要离开的其实是小拇指，也就尾指的这张牌。是。对。是。用这样的力让牌飞出去。对。那其实只要掌握好这个力度，这花切更多靠的是肌肉的记忆力。是。其实掌握好这个力度以后，我们就可以把牌弹向。说不定我是一个天生的切天才。怎么办？下一招。这其实就是花切最有乐趣的一个点。是。就当你觉得这个很难做到的事情，你第一次成功的时候，其实是可惜。对。有开香槟的这种冲动。其实我们最常去做的一些动作，就是把牌翻过来用到纸牌手。其实花切，在很多人眼里，它其实是觉得没有意义的。是，就我可以好好的翻一张牌，那我为什么要赚很多钱去翻它？对。那其实这就是一个花切的乐趣。是，这个实际上所谓的艺术，就是没有意义的，对吧？如果什么都要实用的话，那怎么会有这个创作和艺术？快来教我没有意义的翻牌，好是什么样子？这来演示一个翻牌的动作。真的好无聊。
他其实甚至都不能把牌真的翻过来。你翻了一圈之后还是背面嘛？这种动作的乐趣在于，它本来设计之初是这样的一个动作，是。但如果你加入自己的改进，你想达到的一个结果，比如说我想让牌翻过来，那其实我在翻转的时候，最后我只要把牌翻过来，多一个动作就行，也可以。它其实没有真正的意义，它更像是一个小花招，一个动作。快脚。只要我们用2根手指这样伸出来，那中指在上，食指在下。OK。绕大拇指向后转，然后从前面滑过来。感觉不难。对。但是好像要做的顺不容易，为什么？其实花切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当你去表演一个其实很难或很复杂的效果，你要表现得很轻松，这样看起来就是表现。再来一次，我已经忘了。中指在上，对，食指在下，是将牌绕大拇指，绕大拇指一圈过来，再从这里过来，然后这样，为什么我做起来不漂亮？我发现你是然后到最后一下突然慢下来，没错，是。它就跟这个就是每一个人的 touch 不一样，就每一个人对手感不一样。1招2招，第3招。另一个动作就是像这样，来一个复杂一点的吧。不要太复杂。谦哥之前有说过你会这个。对。那其实我有个特别的版本，就是倒着去展示这个动作。一步一步来，其实很多动作你当熟练了之后，它其实就是一个肌肉的记忆。是。对。那我们可以先正着做一遍。这个动作，慢一点。没错。好，过来了，拿过来了 ，OK。对，正着做是这样的。对，我们最后就是收起来。对，那倒过来其实我们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它倒着做一遍。我们可以先把牌像这样分开，用大拇指和食指，这样我们可以同时抓住2叠牌。之后就可以倒着去做这个动作。本来是这样。没错。本来是这样。对。但是现在是我第一步就变成这样。对，你要第一步就要变成这个样子，因为它是收起来那一步。我们要想到一个最快的方式是，这个是收起来，所以我把它倒着，就应该是从这边开始变这样。没错。OK， 我们还是平易近人的那种。那我们学一个简单的单手的动作。我先表演一下。好。这个动作它其实更多没有用到什么手法，它主要用到了惯性，也就是在上面的东西如果松开手，它会掉到下面来。对，如果还是这样的话，它会滑下去。是。对。那我们其实首先用大拇指碰到底部。对。我们先把牌推出来一点点，用食指勾住牌的角落。对。然后用食指的力，对，向后勾动指牌，同时大拇指向前伸，那它其实可以到这个位置。这个需要稍加练习了，它算是个不会啊，它怎么会到那个位置啦？其实只要在练习动作的时候手放松，不要紧绷，它会。我很放松啊，让动作更简单。我回去乖乖练习，好不好？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比魔术难多了。魔术主要都是靠一些演技，谁有这么困难的手法？最后我们来一堆这个连续技，好。刚才那个东西有没有名字？没有名字，它其实是一个连招，就像你刚说的连续技。它其实跟潘多拉一样，它是由多个动作组成的。那是你自己发明的这个组成，还是就有这个组成？对，这是我自己发明的。你自己发明的，你给它命名一个名字吧，就叫它
好难的花切。好，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的轮子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到花切的心得，还有一些招式啊。那我也希望呢各位和我好不好？接下来这1周加紧练习，学会了吗？学会了。